2天后 ，A 市丰臣山庄，一架私人飞机降落，在丰臣山庄的私人机场上，就木晴和叶君博夫妻俩在那里等着呢。看到战印和海童下飞机了，夫妻俩笑着迎上前去。跟着夫妻俩一起回来的还有君然。本来君然想提前回来的，又舍不得和商小飞分开。商小飞这2天又要出差，他说他在百日宴当天再赶过来。知道战印夫妻俩提前几天过来，君然便蹭了战印的私人飞机，跟着一起回家。海童，木晴笑着叫了海童一声，又朝战印点头。战少，好久不见。战印回以微笑，是好久不见。他和叶君博握了握手，2位大总裁还相拥了一下。松开后，战印在与木晴握手。最后下飞机的君然见此情景，故意嚷嚷着：“大哥大嫂，你们俩只看到战印和海童吗？”没看到，我也回来了。叶君博笑着上前就轻捶了一下弟弟的手臂，视线再往飞机上瞄去，没有看到商小飞。他问弟弟：“商小姐呢？”“你不是说带商小姐一起回来？”君然颇为无奈的道：“小飞临时又出差，他说尽量在宴会当天赶回来。若是没有办法赶回来，让我替他吃席。小飞给几个孩子都准备了礼物，让我一并带回来了。每次他和小飞说好了要回丰臣山庄，那小飞又总是临时有急事要处理。现在的商小飞如同女强人一般，那把生意看得很重，君然都拿他没办法。只要是生意上出了问题，哪怕海童说他去处理，商小飞也要跟着去。海童没空，那商小飞就更要去了。沈小军想出差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他肚里揣着苏南的种呢。别说苏南不会让他出差，商小飞和海童2个人也不会同意沈小军跑来跑去。海童歉意的道：“小飞是替了我的工作，本该是我出差的，他去了，让我先过来。”商小飞知道他很喜欢木晴的一双儿女，坚持让他先和战印过来，在丰臣山庄住上2天，多抱抱君言，沾沾喜气，说不定回来后她就能怀孕，然后一胎得女。海童心里明白自己1天没有怀孕，关心她的人都在替她操心着急。她大姨不是迷信的人，现在每逢初1、15都开始上香求神拜佛了。就大姨每次上香拜佛都在祈祷她能快点怀孕。战印是对外说她和海童做着避孕措施，所以海童呢至今没有怀孕。但是商太太是长辈，她从海童嘴里得到答复，小夫妻俩压根儿没有避孕。这眼看结婚1周年纪念日都要到了，海童肚里依旧静悄悄的。身为长辈的商太太能不着急吗？她嫁入豪门几10年，深知豪门媳妇的压力。海童婚后半年没动静，商太太还不着急，婚后1年还是没有动静，商太太就急了。她担心外甥女真的身体有问题，不能生育。战印以及他的家人在开明，真能杠住吴后的压力。居然接过海童的话，他说道：“就算你去，小飞依旧跟着去的。他现在事业心重得很，他表姐妹俩都是一个样。要不是我硬拉着彤彤提前过来，他估计也是忙到孩子的百日宴才会过来。”战印接话，木晴笑道：“我们先回山庄去吧，这里风大。小飞早晚是我君家的人，什么时候见面都一样。”君然脸微红，却又春风得意。他和商小飞已经能看到一点曙光了，只要商太太不再折腾，不再给他安排情敌，相信不久后就能抱得美人归。想得太美好的君无少，却想不到在不久后，他还是得向父母兄嫂求助。在父母兄嫂飞了一趟管城后，他和商小飞的婚事才有着落。木晴挽着海童的手臂，2位少奶奶亲密得很。他们走在前方。程医生出月子了吧？
海童问着穆晴，云初前段时间差点出事，奕晨虽说帮他处理了那些人，他还是很着急，希望云初的眼睛能快点治好。宁云初再聪明能干，他看不见这个弱点，最容易被人攻击，稍不注意就会受到伤害。上次想绑架云初的人，还真的是他两个大姑搞的鬼。现在呢，崔家与金家估计在哭天抢地了。战义臣有了证据，报复那两家人，替宁云初出气，那是毫不手软。动宁云初就是与战义臣为敌，与战家为敌啊！别以为他们和云初是亲戚关系，战义臣就会手下留情。只要云初不开口，战义臣都不会在手下留情。那两家人总以为宁云初始终会看在姑侄的份上，不会下死手，试探过几次，战义臣都没有出手，以为是云初牵住了战义臣，不让战变臣对付他的亲戚，那崔家和金家才会胆子越来越大，竟然想绑架宁云初。触了战义臣的逆鳞，不死也会掉层皮。玲玲早出了月子，不过老四想让玲玲做双月子，不会让玲玲这个时候出远门的。看玲玲的意思，她是不会做双月子的。等我家两个的百日宴后，她就会安排时间呢，前往管城帮你弟媳妇治眼睛了。君妃也就比叶瑶兄妹俩小1个多月而已。她的满月酒，君秦不想请战家人，他恼着战义臣老是打扰他老婆，加上他和战家兄弟也没什么交情，他说不请战家，穆晴也不好替他请客。孤儿海童都不知道程医生已经出月子。你弟媳妇没事吧？穆晴关心地问起宁云初的情况。幸好我遇到了，云初没事，不过当时好险，那些混蛋模仿假扮奕晨，云初差点上当，被他们带上车，还好最后发现了。穆晴听的也是担心，宁小姐眼睛看不见，是很危险。也怪不得你们家老二总是打电话过来，数着日子等玲玲出关。我们家老四只要一听到是战二少爷的电话，那脸色就黑得像雷公。那事实上程玲玲也很想出关了，那她带娃带到发头晕，君妃喜欢哭闹，要不是君妃实在太小，神医回去办事还没有过来，程玲玲再烦儿子的哭闹，也得照顾着儿子，否则她早就出关了。程医生是云初最后的希望了。海童能理解小叔子的着急，就他也很希望云初的眼睛能快点好起来。穆晴安慰的道：彤彤，你也不用太担心，只要玲玲肯出手，相信宁小姐的眼睛能治好的。她师承神医，青出于蓝更胜于蓝。海童说道：我们都很相信程医生。程医生也答应了战义臣，等他可以出诊时，第一时间就飞管城给宁云初治眼睛。君然和小飞怎么样了？他不怎么和我们说他的事，他不说，我们问了也就那样。我公婆都希望他和小飞能快点修成正果。那穆晴换了一个话题，问起小叔子的人生大事。我公婆数次想去管城，君然都不让，他说还未到见家长的环节，他也还没有得到商太太的认可，我们只能干等着着急，什么忙都帮不上。提到君然和商小飞的事，海童也是一脸的无奈。他说道：君然和小飞感情很稳定，就是我大姨还在纠结着，的确是未到见家长的环节。那现在君然还有强劲的对手呢，有情敌了。我大姨不想让小飞嫁得太远，不就在本市挑了几个青年才俊，想着撮合小飞和他们中的一个，这让君然很紧张。他和小飞估计还得磨一阵子才能修成正果。我大姨一向开明，唯独在小飞这件事上，她执着得很，让我们也很无奈。我也劝过无数次了，我大姨听不进去。海童叹口气，或许等到我将来生有女儿，女儿也要远嫁时，我才能理解我大姨的固执吧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商小飞嫁给君然，其实还是留在管城生活，而且就与商家是隔壁，可以说近的不能再近了。但是对于商太太来说，君然是 A 市的人，
小飞嫁给君然，始终是要跟着君然回 A 市的，哪怕交通方便，坐飞机也很快就能到达。商太太还是不愿意，就她说什么等她老的走不动了，想见女儿一面很困难。海童问过自家大姨，是不是想让君然当上门女婿？大姨又说人家是君家的少爷，怎么能让君然当上门女婿？况且他自己有2个儿子，上门女婿给人的感觉总是不太好，很多男人是拒绝当上门女婿的。君然若是普通人家的孩子，商太太可能还真的会提出让他当上门女婿。可君然是豪门阔少，君家在 A 市也属于第1豪门，哪怕君然说过他愿意当上门女婿，他的父母能同意？总之商太太就是想的太多，犹豫不决。也就是苏少主在追求商小飞的时候，商太太才觉得君然更适合自家女儿，对君然的态度好了一点。穆晴笑道，就一个女儿的时候，是舍不得女儿远嫁，就算女儿多，那为人父母的也是舍不得女儿远嫁的。年轻的时候觉得远一点也无所谓，能够坐飞机飞过去，年纪大了走不动了，就真的是想见一面，都是望眼欲穿。远嫁的女儿如果嫁得好还好一点，要是嫁得不好，真的是哭天不应喊地不灵，说不定连回娘家的车费都没有。要是被婆家欺负，人家3更半夜把你赶出家门，你都没有地方可去。严格来说我也属于远嫁，是离望城太远，来回1趟都费劲，很多时候都是我父母兄嫂从望城飞过来看望我。我未生2个孩子之前回娘家还轻松很多，现在有了2个拖油瓶跟着，很少回望城的娘家了。我还好一点，我有2个娘家，我爸妈还有大哥都在 A 市，我回另一个娘家很方便，娘家堂兄弟也多。对于我们这些出嫁女来说，娘家兄弟多就是靠山。都说女人在婚姻里要想过得好，这要么是自己足够强大，要么就是娘家够强大。我现在也有女儿，也只有1个，将来妍妍要是嫁到外地去，我肯定也舍不得。君伯就更不用说了，他是女儿如同眼珠子，爱得不行。龙庭还有欧阳的儿子，他现在都防着呢。海童失孝，龙庭也就3岁大的孩子，懂什么呀？杨希的儿子和你们家2个还是同岁的，现在只会吃了睡，睡了吃。君伯就是那样防着呀。他说他好不容易养了棵小白菜，可得看牢一点，只要哪家的猪有拱他家白菜的嫌疑，马上扼杀在摇篮里，不让别人家的儿子有这个想法。叶君伯最防着的便是养子龙庭，龙庭是很聪明，老神医都说他是可造之才，但他背负着血海深仇，而且他真正的家也离 A 是千里之远。叶君伯只要一想到龙庭会叼走他的宝贝女儿，就吃不下睡不着，严重失眠，往往让穆晴哭笑不得，说他想的太多了。龙庭只是把妍妍当成妹妹，主要是都还是小屁孩呀。叶君伯想的真的太多，也想得太远了。理解，我完全能理解。海童笑道，换成我家战印啊，呵呵，他比你家那位更厉害，不说战印，就是他们整个家族都会看得牢牢的。战家可是数代都没有女儿的了，若是他真能生一个女儿，战家合族都会把他的女儿当成眼珠子，谁敢打战家千金的主意，简直就是找虐啊。咱们俩入的婆家都是差不多的，君家虽然不像战家那样缺女儿，但是叶君伯这一辈是没有女儿的。到了叶瑶这一辈，目前也只有君言1个女儿，除非穆晴的其他妯娌也能生几个女儿，否则君言长大后想嫁人也是件头痛的事。那么多的大舅哥小舅子的，没有强大的心脏，强大的承受能力，都没有人敢娶君言。边闲聊着呢，边往山庄走去。
很快就进入了山庄。管家带着人在等着呢，看到贵客来了，便迎上前来。穆晴带着海童走向中心主屋，边走边说道：“我爸妈，还有我兄嫂也在，一会儿介绍给你认识。”他就说的爸妈是包括养父母以及亲生父母。上任兰家家主自从将家主之位让给儿子之后，就带着妻子出门旅游，周游世界。也就是穆晴生娃的时候，他们回来了。等宝宝满月后，夫妻俩再次出门。这一次宝宝百日宴，夫妻俩自然也要回来。兰伯伯和伯母的故事我挺感兴趣的。海童小声说道：“我家战印偶尔会给我说几句，不过说的不详细啊，却又让我听得心痒痒的。”穆晴笑道：“我爸妈的事，我知道的都是后面的事，他们以前的事我也不清楚。问我爸，我爸一般不说；问我妈，我妈也是笑笑，说那是过去的事了，不想提。不管他们过去如何，现在他们感情很好就行。”穆晴知道母亲不愿意回忆过去，因为她的失踪是母亲最痛苦的岁月。那母亲呢，也因此疯了20几年。而他亲爸看似无情，其实都是在隐忍。总之一句话，他妈痛苦，他爸也不好过。如今一切苦难都过去了，兰家前景清明，他的父母也重修于好，父亲更是卸下了家主之位，一心一意陪伴母亲，补偿母亲。他身为女儿的，也希望父母的余生都是在快乐中度过。故而呢，他不再问父母的过往。是的，感情好就行。我爸妈要是还活着，他们感情也很好的。海童羡慕穆晴，穆晴比他幸运多了。穆晴有视他如亲生女儿的养父母，也有亲生父母。穆家与兰家现在当亲戚走动，而他最亲的亲人只有姐姐了。就穆晴握住海童的手，无声地安抚着他。海童很快呢就调整好情绪。他现在在风尘山庄做客，不要带着悲伤的情绪啊。那华丽的大厅里坐满了人，君家的长辈都在。就穆晴的亲生父母，海童见过一次。他向兰瑞和沈一墨问好，沈一墨笑得一脸慈祥，朝海童招手：“童童，过来让伯母看看你。”海童笑着上前呢，沈一墨拉着他的手，细细地打量了一番后，对身边的亲家说道：“亲家，你看童童是不是瘦了很多？”“是瘦了点儿。”叶爱君点头，他关心地问着海童：“最近很忙啊？”“是有点忙。”曾经为君家的当家太太，叶爱君能理解海童背负的压力，他拍了拍海童的手背，宽慰地道：“慢慢就好。”沈一墨也是对海童各种嘘寒问暖。他虽说才是第2次见海童，但他对这个和女儿差不多大的孩子特别心疼。穆晴故意吃醋的道：“妈，你就拉着海童说话，都不要我这个亲生女儿了，都疼都要。”沈一墨笑着拉过亲生女儿。那这个时候，婴儿床里的2个小宝宝醒了。叶瑶一如以往，醒来就是哇哇大哭，小短腿先是蹬开被子，双手乱动，似是想抓什么似的。那反正他一哭便是手舞足蹈的。他旁边的君言也会蹬被子，不过他一般不会哭，很多时候他都是偏头看着哥哥卖力的表演，吸引大人过来抱他们。刚刚还拉着穆晴和海童喝寒问暖的沈一墨，听到外孙哭了，马上就撇下了2个人，赶紧去抱孩子。不过是眨眼间的功夫啊。沈一墨抱着了君言，那穆晴的养母张桂凤则是抱着叶瑶，君家长辈都没有捞着。穆晴凑到海童的耳边小声说道：“看到了吧，我已经严重失宠，隔辈亲，我爸妈他们现在只亲2个小家伙，我回娘家不带2个小家伙，我妈会问我回家做什么。”海童表示理解啊，就像他回悠悠山庄一样，没有带着洋洋，
公婆都不欢喜。被叶君伯和2位舅哥招待着的战印，在沈一墨抱着君言坐回沙发上，忍不住伸长了脖子看向那个小女婴。那兰征说了句：“战总不用看了，你是没机会抱到我外甥女的，我这个当舅舅的都很难抢得到呢，素素当舅妈的反而能抢到。兰征也就是在妻子抢到外甥女了，那才能从妻子手里抱一抱外甥女。他这个外甥女啊，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都不为过。”穆志远颇为得瑟的道：“还是我这个大舅幸运一点，晴晴经常带着孩子回家。我在我家里抱外甥女，想抱多久都可以。”一落，他就收到了来自兰征羡慕嫉妒的眼神。那穆志远就更加得瑟了。长辈们开始聊着娃娃经，这少奶奶们也有话题啊。叶君伯只得招呼着几位大总裁到外面去，在院子里的一座凉亭底下坐下来啊。叶君伯对战印说道：“这一次过来多待几天。”战印点头嗯着，是有这个打算。彤彤呢，很喜欢2个孩子，你们俩还没有动静？叶君伯关心的低声问道。沈一老先生在回来的路上，要不要让老先生帮你们夫妻俩把把脉，检查检查？不等战印说话，兰征就说道：“结婚1年没有怀孕有什么奇怪的？我和素素不也还没有动静？我夫妻俩一点都不着急，也没有人催生，过2人世界多爽呀！小宝宝看着别人生的很可爱，等到自己有了小宝宝，天天哭闹就会觉得烦躁的了。”末了，他补充一句：“参考军秦，军秦夫妻俩就是那样。君妃还没有出生之前，小夫妻俩热切盼着宝宝出生，等到君妃出生了，小家伙最喜欢哭闹，吵得小夫妻俩头都晕，要不是自己亲生的，都要扔进垃圾桶里了。”后面那句话是军秦被儿子哭的烦恼时说的气话。小夫妻俩就盼着老神医快点过来，当奶爷爷他们就能脱身了。说来也奇怪，君妃交给老神医带着的时候，却很听话，不会怎么哭闹。老先生呢，就怪小夫妻俩不会带娃，初为人父母，没有带娃经验也正常。老先生还说程玲玲小时候才叫一个难带，也是整天哭闹，还经常生病。他要不是看重程玲玲的资质，估计早就把程玲玲扔了。程玲玲这么说，儿子是遗传了他爱哭闹的基因，程医生不能接受呀。他翻看过师傅珍藏的相册，看过自己小时候的相片，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乖巧懂事可爱又聪明的小娃啊，就没想到他是个哭猫。穆志远也说道：“不着急，结婚才1年呢，着急啥？用兰征的话说，先过2人世界，至少也要玩上2、3年，再生个娃。他都后悔早要孩子了，应该和许褚过上几年2人世界的生活。再要孩子的。”战印默了默后说道：“我不着急，我家彤彤急，他平时就是靠着忙碌的工作来避免想孩子的事，他都知道的。也心疼他，有时候甚至自责，觉得是他把他拉进了压力圈里，让他压力山大。哪怕他和他的家人都不催生，但他是他的妻子，坐在战家大少奶奶这个位置上，不用谁说，无形的压力就会逼迫而来，把他整个人吞噬。”叶君伯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若是愿意，等老先生过来了，就让他帮你们夫妻俩把把脉。”战印不说话，他就坚信夫妻俩没有问题，也怕让老神医帮他们打脉，无形中又给海童增加了压力。海童最近总是犯困，就是压力太大，导致休息时间没有睡好，才会老是犯困的。或者再等等吧，以后若想瞧瞧，我帮你联系老先生。别人想见神医一面很难，君家人却容易很多。
因为君家四少奶奶是老神医唯一的徒弟，可以说君家和神医是亲家。神医虽是程医生的师傅，也是养父，他是由老先生捡到，一手抚养长大成人的。战印点点头，大家就错开了话题，聊起生意上的事。虽说叶瑶和君言现在只是2个奶娃娃，由于他们的父母太出名，兄妹俩的百日宴亦是办得隆重，很多客人都是与风尘集团有生意往来的，他们来自各地呢。为了能如常出席宴会，不少人也像战印夫妻俩那样提前几天到达。这几天风尘山庄热闹非凡，那很快呢便到了2个孩子的百日宴。宴会当天，海童出了点小状况，他好不容易抱到了干女儿，谁知道他闻到干女儿身上的奶气味时，竟然觉得反胃想吐。他忍不住赶紧把孩子塞回到穆晴怀里，捂着嘴巴就冲进洗手间。他这个举动把所有人都吓到了。海童在洗手间里吐了个天翻地覆，他又不是闻不得奶香味，怎么会吐得这么严重？穆晴将女儿交给嫂子抱着，他去敲门，发现海童冲进洗手间后并没有反锁门，他便开门进去。童童，你没事吧？穆晴看到海童在吐，走过去轻轻地拍着海童的后背。海童连黄疸水都吐出来了。他吐完后呢，穆晴连忙抽了纸巾递给他擦拭。是不是吃错了什么东西？穆晴关心地问道。想想又觉得不可能。海童要是吃错东西引起的呕吐，那就是他们君家的问题。因为海童呢这几天都是吃住在风尘山庄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抱着妍妍的时候闻到他身上的奶香味，我就觉得反胃恶心想吐。这一吐得我难受死了，连黄疸水都吐出来了。以往我抱着妍妍闻着她身上的香味还觉得特别好闻，从来没有想吐的感觉。今天不知道啥原因。穆晴愣了愣，忽然笑道，你这会不会是孕吐？童童，你是不是怀上了呀？他是过来人啊，比海童有经验。有些孕妈妈呢是闻到奶粉的奶香味就会吐，这是早孕反应，因人而异啊。海童愣住，他说道，没有吧？我好像我好像老朋友这个月还没有来，难道啊她真的怀孕了？我进来老朋友不是很正常，有时候会推迟几天，我就没有在意。不过以往迟了几天后，老朋友会来的。你肯定是怀上了。穆晴笑道，有些人刚怀上就会有早孕反应。童童，恭喜你。海童也笑，晴，我这还不知道是怀孕还是吃错东西呢。你先别恭喜我吧，万一空欢喜一场呢？以我过来人的经验以及直觉来看，你肯定是怀上了，玲玲是医生，让她给你把脉就知道了。说着，穆晴拉着海童出去，就吩咐一名佣人去找程玲玲。海童则被穆晴按坐在沙发上，那大家都在关心地问海童是怎么了。穆晴笑道，童童可能是怀孕了，他老朋友没来，也没有往这方面想去，也真够大意的。真的，童童，恭喜你啊！聚在儿童房的少奶奶们听到这个消息呢，都向海童道喜。海童不好意思地道，现在还没有确定是不是怀孕。杨希说道，你刚才冲进洗手间是在吐吧？你老朋友又没来又吐了，这是早孕反应，肯定是怀上了。我让人去请玲玲了，等她上楼来给你把脉，很快就知道结果的。海童笑，其实内心很紧张啊，他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怀孕了，好怕就是空欢喜一场啊。天知道他有多盼着自己能怀孕。婆家人从来不催生，可他依旧压力大。每次大姨看一眼他的肚子，他就知道大姨也在担心他。大家为了不给他压力，又忍着
先少在他面前说孩子的话题。那佣人去请程玲玲，被细心的战印发现，听说是请程玲玲给战大少奶奶瞧瞧，战印就赶紧过来，着急地问着佣人：“我太太怎么了？”佣人如实地答道：“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战大少奶奶忽然吐了，我们大少奶奶担心，让我来请四少奶奶上楼去帮战大少奶奶瞧瞧。”音落，战印就马上往楼上窜去。哎，那动作快到让程玲玲都自叹不如。彤彤，彤彤，战印被吓到。他和海彤结婚1年，海彤很少生病的，更不要说吐了。闯进儿童房，看到房里都是名门少奶奶，战印也顾不得不好意思，快步走到海彤的身边，就慕情识趣的让了个位置给战印。彤彤，你怎么了？我听说你吐了。怎么会吐的？是不是吃坏了肚子，还是吃错了东西啊？战印问了一连串的问题。海彤还没有说话，慕情就笑道：“战少，你别太紧张，彤彤吃住都在我风尘山庄里，不可能吃坏肚子或者吃错东西的。彤彤会吐，可能是孕吐。孕吐？怎么会孕吐的呀？他孕吐。”战某人总算理解了孕吐的意思，他就目瞪口呆地看着海彤。孕吐，孕吐，哦，那就是怀孕时的反应。彤彤怀孕了，这个认知让战印先是不可置信，随即是欣喜若狂。他小心地向爱妻求证彤彤：“是真的吗？我要当爸爸了吗？”海彤说道：“现在还没有确定，我就是刚才抱妍妍，闻到妍妍身上的奶香味，然后觉得恶心反胃就吐了。晴晴他们说我这种情况10有8、9是孕吐，这不等程医生过来帮我把脉，还没有等到程医生，倒是等到你了吧？你别担心啊，我没其他事的。虽然还没有确定是否怀孕。”战印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笑意，战印握着海彤的手，咧嘴笑着说：“他们都是过来人，有经验，他们说你是怀孕就是怀孕了。程医生呢？哎，程医生来了吗？”战印站直身子问着，他都恨不得马上去把程医生提过来。哦，不能提，要请，像请大神那样请过来，就程医生是绝对不能得罪的。慕情笑道：“战少跑得太快了，玲玲都跟不上你脚程。”杨希打趣的道：“估计战少听到彤彤吐了，咻一下就跑上楼来了。”程医生可能看得目瞪口呆，所以落后了一点。海彤脸红红的，她现在也很紧张啊。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怀孕，就真的怀孕了就好了，压在她身上的压力她就能甩掉了。我来了，怎么回事啊？程玲玲进来了，她边走呢边问着。那军琴也跟着她，抱着他们的儿子。小哭猫现在睡着了，军琴却不敢放下他，可能是新手爸爸经验不足吧。每次儿子在他怀里睡着了，他想将儿子放回床上，总是失败。只要小家伙碰到了床，马上就会醒来，然后又是一阵哇哇大哭。程玲玲有时候能将儿子放躺在床上，有时候也和丈夫一样，没有办法。婆婆说是他们夫妻俩天天抱着孩子，抱习惯了，小家伙就喜欢在大人的怀里入睡，就导致只要放在床上就会哭。婆婆也就嘴上说说而已，只要君飞一哭，婆婆听见了，照样是跑得很快进来帮忙抱孩子。程玲玲觉得最会带娃的人还是她师傅。小君飞被师公照顾的时候，真的很听话，吃饱了睡，睡醒了吃，不怎么哭闹。老神医吐槽年轻夫妻不会带娃，明明很好带的娃，到了他们手里就成了不好带的。君飞睡着了，慕情看看君情怀里的孩子，说到叶瑶也还在睡，就让君飞和他哥哥一起睡吧，不用抱着到处走。这2天的风尘山庄都很热闹，来来去去都是人。睡着了，军琴答道他不睡着，还在楼梯上呢，你们都能听到他的嚎叫。
众人扑哧的笑。穆晴从他怀里抱过侄儿，说他有你这样形容自己儿子的吗？嚎叫，那像狼叫了。军琴不好意思地笑笑。穆晴生了2个孩子，照顾孩子很多时候都是亲力亲为。他比程玲玲夫妻俩有点经验。睡着的君飞被他放躺在叶瑶身边，也就是刚放在床上时，2只小手动了动，很快就睡得安安稳稳的了。哎，军琴松口气，轻声说道：“大嫂，定做一张更大的婴儿床，让君飞和哥哥姐姐挤在一起。有伴呢，可能他就不哭了。兄嫂给侄儿女准备的儿童房也足够大。”穆晴笑道：“婴儿床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我家叶瑶也是个哭猫，君飞也是，2个哭猫凑在一起，那就热闹了。”众人又是一阵笑。战印着急地道：“君大少奶奶，你快让4少奶奶帮我家彤彤把脉呀，我都急死了。”他们还有心情说笑，都不知道他有多着急。穆晴笑着对程玲玲说道：“玲玲，你快帮彤彤把脉，看她是不是怀上了。刚才她吐得很厉害，我觉得她是孕吐。”海彤脸红红的，是因为自家男人那着急的样子，让她不好意思的红脸。此刻在儿童房里的人，都是身份尊贵的少奶奶们。程玲玲帮海彤把脉的时候，大家安静下来，战印紧张得很。海彤脸上带着笑，内心也很紧张。如果空欢喜一场，他会很难过的。片刻后，程玲玲笑着对小夫妻俩说道：“是怀孕了，你们要是怕我把脉不准，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。”闻言，海彤笑着连连点头，说道：“谢谢程医生，我回去后就去医院检查一下。”战印也是连边点头，信任地道：“我100%相信程医生，彤彤肯定是怀孕了。”哈哈，我要当爸爸了。战印笑了几声，下一刻，他把海彤搂入怀里，紧紧地搂抱着彤彤。我们要当爸爸妈妈了，她终于怀孕了。这1年来，她承受了太多的压力，她心疼至极。不管她怎么安慰她，她内心深处依旧觉得压力山大。就其他事情，她能帮她，怀孕这件事，她却没有办法帮她大肚子。好在呢，现在怀上了。战印欣喜若狂，海彤被他拥在怀里，笑着笑着却红了眼睛。人前呢，他表现得浑不在意的样子。其实他是真的压力很大。他甚至胡思乱想过，如果他一直不能怀孕，那他和战印的婚姻能不能走下去？战印安慰他的时候说过，假如他们一直没有孩子，那就丁克，反正这战家人丁旺啊，就他夫妻俩不生孩子也没事。他说对他来说，他比孩子更重要，有他就行，孩子随缘。可是呢，海彤不是那样想的，他爱他，他想拥有属于他们的爱情结晶，不论儿女，都想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孩子。有了孩子，他觉得他们的婚姻，他们的人生才完美。他有时候会想着，是不是他运气太好，得天独厚，得到了战印的深情，飞上了枝头变凤凰，所以在孩子这件事上就很艰难，想的太多，他都差点崩溃，也就是靠着奶奶请回来的。大师说的那句话支撑着了。其实啊，海彤不相信算命，不相信神神鬼鬼啊，可是人在失落的时候，就会忍不住去相信算命，相信鬼神，盼着真能如算命说的那样。那位大师说他和战印八字相合，姻缘属于上上配，能够夫妻恩爱，白头到老，也能儿女双全。如今她终于怀孕了，高悬着的那块大石头掉落，她紧绷的神经终于可以松下来，只是那泪水止不住呀。察觉到海彤在掉泪，战印连忙松开她，边温柔地帮她拭泪，边紧张地问彤彤，是不是不舒服啊？
是我刚才力道太大了吗？哎，弄痛你啦？海童摇头，再次扎入他的怀里，哽咽着：“我是太开心了。”哇，激动的落泪。